观视频的朋友，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巴以冲突。在谈之前的话，其实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我个人的研究领域。我本科时候研究的是基督教的圣经文学，硕士时候我做的是美国犹太人的童话问题，博士阶段做的是犹太的上帝观念的神学研究。工作之后，因为工作的需要，转向伊斯兰教研究，也有15年了。所以说，我对三大教都略懂一二。所以今天想好好谈一谈这个巴以冲突。这次巴以冲突是与众不同的，它有非常特色的舆论宣传战的一种特色，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我对有一张图片非常有印象，就是个铁穹和火箭弹对飞的场景。我盯着看了半天，我看着看着，我发现一种非常残酷的后现代的荒诞油画的感觉，它里面充满了深刻的戏剧张力，油然地想起了我们当年义和团绝望的冲锋。所以这背后其实隐藏了整个巴勒斯坦地区历史的残酷性。我经常想说，耶路撒冷城的每一颗沙子都是一滴血。我一直在搞一神教，所以非常清楚耶路撒冷作为圣地，它耶路撒冷的哭墙和金顶清真寺的每一块石头，都是让历史上各个民族的枯骨搭建而成的。所以我们看这次巴以冲突，实际上是一场打给世界上有心人的一种戏剧表演。隔着5公里的烟花导弹，还有打电话通知你提前逃难，就像一个戏剧一样。那么舞台是在哪儿呢？那个演给谁看呢？所以我们要分析一下双方的表演的角色和动机。我们首先看巴勒斯坦。巴勒斯坦的话，其实是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在打的。那么哈马斯其实我们如果了解一下，就是他是明知道肯定打不过的呀。我们一看就清楚了，他什么都没有，怎么打得过呢？他为什么硬着头皮也要上呢？你要首先第一想到就是什么？它是一种绝望和苦难的挣扎。我们今天来看的话，巴勒斯坦问题经常已经被遗忘了。经过5次中东战争之后，其实整个阿拉伯世界已经算抛弃了巴勒斯坦。它是一个被抛弃的孤儿，因为以色列的侵略，其实又变成2块：约旦河西岸的法塔赫的政权和他们加沙地带的哈马斯。因为哈马斯不承认以色列的合法存在，所以说以色列就彻底把加沙地带封锁起来了。海上前一阵的新闻是禁止打鱼，和埃及达成协议封锁了边境，所以说加沙地带其实已经变成个地地道道的露天监狱了。这个美国创造的词儿放在这儿实在是太合适了，所以他意图引起世人的关注。第二个的话，这就是非常悲惨的个故事。说的不客气点，就加沙只能拿命来换钱了。因为加沙有什么？看看那个导弹炸大楼的这个场景，你还有任何建设的余地吗？对人民来说，我建设是干什么？对资本家的投资是做什么？他只能拿人民的血汗来换取我们生存必须的东西。那么这一点，我们想想新疆，如果你不好好搞经济建设，一个暴恐分子炸掉一栋楼，那所有的投资建设的信心全部都丧失了。其实我认为以色列是巨大的错误，就是你炸平了他没有任何东西了，那么只有宗教极端主义和跟你玩命的精神，他完全用错了方法。所以说，这是一个民族绝望的一种体现，而且是哈马斯争夺巴勒斯坦地区合法性的一个表现。他要表现自己有别于法塔赫这种像晚清政府的这种类型，对敌投降。所以它其实是类似于我们中国太平天国的模型。而且我们谈到以色列，就以色列其实是一个屠龙少年终成恶龙的故事。他在1940年代的话，对于英国这个地方当年是他的英国委任统治地，他对英国的反抗和今天的哈马斯一模一样，暗杀爆破，对英国统治者是干的跟方法和现在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那么他最后获得侥幸的成功是什么？是因为当时2战之后美国的支持，还有欧洲对于犹太人屠杀的这种忏悔，加上阿拉伯人国家的孱弱，才当时得以建国的。第二个，
这个以色列为什么这么折腾？他这个攻心战术，他这张照片显示之后，大家就感觉到我怎么可能打得过你呢？你这个东西我可以全给你拦截掉的。他其实用他的技术优势和宣传优势来打击对手的士气。第三个的话，这场烟花表演其实公然在打美国民主党政府的脸，其实在抽拜登的脸。说以色列利库德集团的极端民族主义，它天然契合美国共和党的精神。而民主党对于以色列其实没有像共和党那么亲密的。打个比方的话，就是共和党是以色列的亲妈，而民主党是以色列的后爹。所以说，这个亲妈和后爹，我们可以想想，这感觉是不一样的。孩子做错了事儿，亲妈是无论如何都会站在你这边的，而后爹的话也是要讲讲道理。那么以色列需要一个讲道理的后爹吗？为什么这样比喻呢？因为共和党它的原则其实你看看特朗普，就是专断独霸、对外侵略，所以说是他的亲妈。民主党的话是什么呢？为什么叫他后爹呢？民主党你看看他对我们中国用的招数，人权、自由，你总不能自己打自己的脸吧？所以说是后爹。那么他还有一个战略目的，就是迫使美国无法彻底抽身转向中国。他的战略东移，以色列为什么要迫切的想把美国挽留在中东地区呢？因为以色列很清楚，没有美国人在背后做后盾的话，以色列很可能又恢复到了建国初期的样子，被四面围攻，有亡国的危机。而这以色列的亡国危机的话，从到尾一直存在。他如果失败一次，这国家就完了。所以说，以色列会对外进行非常应激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他必须的国策就是，你杀我一个人，我一定要杀死你10个人，才能来恐吓敌人。这是他的小国寡民的一种无奈的处境。第三个的话，他还是打给沙特阿拉伯看，这个大家可能根本没想到。如果你看看国际关系的话，你发现以色列干的各种离谱的事情，然后我们的特朗普将耶路撒冷转给这个算是以色列作为他首都之后，你看沙特对各种各样的以色列的反应其实是没有反应的。他们其实是一种内地达成了默契的同盟，因为沙特阿拉伯从123年建国就是你要看他建国纲领就知道，他是完全在美国保护下建立的一个国家，直到今天是美国的铁杆盟友。他做的王子暗杀这么离谱的事情，美国人一生都不好坑的。所以说，沙特和以色列是美国这个铁杆盟友，那么他们两个都是要挽留美国。所以双方的话，一个以命相搏，一个尽情表演。其实他们之间的冲突是周期性的。那么这种高技术宣传手段，我才发现这次是不同凡响的一个地方，它这令人叹为观止的。我们看看打电话那种戏张力，然后炸楼这个现场直播，然后你可以看喝着红酒，然后看打仗的浪漫呀。但是你发现就是它消解了什么？它消解了巴勒斯坦人民的痛苦和死亡。抱着孩子站在历史上，这个照片已经不是成为焦点了。所以这种非常强大的将一种战争和无耻的屠杀和掠夺转化成一种打仗的浪漫的这种宣传技能，我觉得我们真是要好好学习一下。大家都看到了，以色列炸了美联社大楼，我们在想，这世上谁敢去炸美国人的大楼呢？这以色列就是把它给炸了，而且拜登政府的反应非常的离谱，非常的奇怪，这种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咽的一种感觉。所以这种反常的举动就能够说明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的一个狼狈的处境。所以我们谈到拜登政府，他其实现在处于很狼狈的境地。这个他之间的博弈可以看作美国内部不同利益集团在中东的角逐。那么共和党代表的财团势力，其实和特朗普势力这种极端分子的话，其实是以色列大后台。他们现在就是要出难题，让拜登政府左右为难。对犹太人的支持是美国的政治正确，你不敢不支持。但是作为一个民主党的话，你支持这种行为实在有太打脸。所以拜登的反应的话，就是那种遮遮掩掩、欲语还休，这个就是非常之狼狈。所以他的反应我们就可以明白是怎么回事了。那么川流霸权主义继续搅和中东地区获得利益是美国的国策，这是不能质疑的。他们肯定还会再继续折腾。
第二个点的话是以色列在提醒美国，所以我在中东打的所有战争，实际上都在维护美国的利益，实际上就像一个非常傲娇的反应。因为我刚刚说他亲妈在那儿，你这个后爹你来这样来给我釜底抽薪，那我就抽你又怎么样呢？要知道打这个美联社大楼这个导弹什么，这绝对是知道的，就像当年炸我们的大使馆一样，他是绝对有意而为之的。他敢炸，就因为他知道我炸了也是白炸。那么谁敢对美国这么凶残的表现？那么只有以色列，因为他有亲妈。所以说要提醒，也是提醒拜登，我的犹太资本和媒体霸权不是说着玩的，确定让他保证，而且是在他上台之后1年之内做的。那么就告诉他，你不要轻易的改变支持以色列的一种姿态和政策，其实就给他个下马威，让他以后的4年中不会忽视以色列的利益。还有一个以色列逼宫行为，就是再次提醒了美国犹太人，以色列还是有非常强烈的亡国危机的，借此来团结美国犹太人，强化美国的犹太心理。这个点我们就要提一下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应该做什么事情。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对我们的战略法案已经出台了。我们上一集其实也讲到，该怎么样去反击美国呢？现在我们中国其实已经踏入了中东地区，我们和伊朗达成了25年的协议。那么一旦踏入中东这个大棋局，这个棋局是终极的考验，是各大帝国都在这折戟沉沙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要主动的规划、策划和想我们应该怎么样介入，以我们中国的特色和制度特色和文明特色，我们该怎么样进去？所以这个非常复杂的棋局是对中国的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要在斗争中学习斗争，在挫折中迅速成长。这一点的话，因为我们中国对外政策一向不干涉他国内政，所以其实在大国斗争中，说的不客气点的话，我们的经验是非常的浅薄的。但这一点我就想起一句话来，这是李敖先生当年讲的，当然这话是他说的，比较粗俗啊。他说中国的台湾就是中国的睾丸，美国不高兴了就可以捏2下。这个虽然蛮粗俗的，但是非常形象。但我是想说什么呢？大家看看就发现，以色列是美国的睾丸，那么没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捏2下。还有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提到，我们中国是一个东方特色的唯物主义的国家，我们要以中国的方式，很平实的、平和的，以客观的、中立的、理性的，就是理中客的方式来解决这种国际争端。你只有在这种不掺和利益的情况下，我们才会有一个比较真实的解决方案，而不像美国这样，他这种单方面拉偏架的模式。还有一个，他根本就没想解决问题，他就是想在中东插一个搅屎棍的解决方式，那是绝对不可能解决中东问题的。所以在这方面，中国是大有可为的。看了以色列恩威并施的经典的战争宣传片，你就可以明白了，西方国家是多么擅长操弄舆论，硬是将一场人神共愤的露天监狱、集中营的囚徒的绝望越狱拍成了西方的唯美的抒情大片的感觉。你可见西方操控舆论水平之高，是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所以联想到美国刚刚投下了几十亿美元针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战争经费，你让人怎么能放心呢？所以我们一定要对这种新闻多加思考，免得也被人耍得团团转。好，谢谢大家。